命由八字先天定，运由风水起波澜。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三亮道人。最近呢，一直有网友在后台私信道长，让道长评论一下最近因艺人大 S 意外的去世所引发的一系列的事件。那时至今日呢，纵观整个事件，我现在有了一个很清晰的一个结论，就是大 S 的意外离世以及身后的事儿，都存在着不重视生肖运程和风水格局的问题。那以至于呢，导致了一系列不利的后果。确实像道长您说的啊，这个春节过得确实，这算是整个春节期间非常重要的一个新闻了吧？因为毕竟大 S 小 S 也是这个咱们中国的观众非常喜欢的两个艺人哈。对。然后突然间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噩耗。那我想道长您刚才讲呢，您说您通过分析这个事件已经有了一个结论，就是您感觉他们其实对于生肖运程啊这个不是那么重视的。那我就想起一个问题，你看年前的时候我们本身就谈了很多关于这个太岁的问题，后来也是我查了一下资料才发现，大 S 恰好其实他48岁嘛，属大龙的，属龙的。那实际上去年是他的本命年呀，对，是他的本命年。对，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生肖啊，它是过立春来算的，立春以后就是第二年的是个属相，立春之前还是头一年的属相，而不是按这个大年初一啊。有的人对这个不太了解啊，真正的看属相是按立春那一天。大 S 那一天呢，他出问题还是在立春之前出的事儿，2月2号，对吧？就是还没有到立春，还没有到立春。实际上就是按我们的说法，他其实还是在这个甲辰龙年。对，在他本命年这一年出了问题。因为这个大 S 呢，他原名叫许熙媛啊，他这个后来呢，大家都称他为是大 S。他在那个2004年啊，这个2024年，因为没有过立春。但是他是76年10月6号出生的，他属龙。2024年是他的本命年，所以犯了值太岁，而值太岁又是在犯太岁这个属相里边是最严重的一个。第二个呢，是按照他的生辰八字流年甲辰，还会和他的八字年柱上的丙辰构成了辰辰相刑的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同时他又犯了刑太岁。也就是说，实际上2024年，或者我们按农历来说，就是甲辰龙年，大 S 其实他的犯太岁是很严重的，非常严重。再一个呢，这个甲辰这一年对于大 S 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凶险的一年。他应该做的就是一切以安稳为重，少折腾，平平安安的啊，不要就是出远门，在家里边好好的把自己的这个事业呀、相夫教子呀，把这些事儿给他做好就行了。而他就是这个去日本旅游啊，想在那儿可能过一个春节，但是没想到他这个，因为他还没有过了这个犯太岁的这个年份，所以说呢，又赶上这个流感的高发季节，他跑到日本去过年。他去日本的这个时间呢是1月29号，也就是春节的当天，大年初一。但是虽然过了大年初一，但他还是在立春前，还是他本命年。节前我们在聊这个关于害太岁的问题的时候，反复给大家提醒，就是你的本命年和你犯太岁的这一年，它并不是根据这个，既不是根据阳历的，比如说2024年过完了，12月31号过完了，它就过去了，也不是因为这个，我们有时说大年30嘛，就是过了夜里12点，大家的感觉就是这个龙年过去了，我们迎来了蛇年了，好像就感觉就翻篇了。实际上我们多次给大家提醒，是从立春这一天来说。立春这一天，大家一定要记好是立春这一天啊，而不是大年初一。虽然他过了大年初一，但还是在龙年。所以啊，他这一年这个就跑到这个国外，呢，这个他就会形成了这个，他以为这个本命年已经过去了，实际上他到了新的一年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不是那回事的。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个大 S 啊，包括他的家人，是不是真的产生了这个误解，就是认为自己的这个
害太岁的这一年已经过去了，对，但是至少在事实上，他是这样做了，对吧？就是还在他本该，就是道长您说的，本来应该想办法去，我们说的就是说少折腾啊，对吧？甚至躲一躲、避一避啊。但是事实上，不管他，我们不知道，他不能去猜测他主观上有没有这样以为，但是至少事实上来说，他确实是这样做了，就是在自己的本命年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因为在立春之前嘛，对吧？对，还是要老老实实的。你看我们前面的那些节目里边，经常会提到啊，不要去其他的地方，比如说犯太岁的年份啊，去年就不要往这个东南方向走啊，还有这个西北方向。这都是犯太岁忌讳的这些方向，尤其是出远门，那你出远门更增加了这个凶星的这个能量的干扰，你造成他这个对自身一些这个非常凶险的伤害。你看他在台湾往这个北边北方走，他就离开了他原来这个稳定的磁场到了其他地方，而这个方向又是对他造成很不利的一个方向。所以说呢，犯太岁的年份，第一呢，我们少折腾投资要少投资或者不投资第二呢，就是不利的方向不要去。再一个呢，就是多穿红色的衣服。而且其实我们从后来的新闻报道来看，其实他在出行的时候都已经有问题了，就他已经生病了，就是健康状况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对吧？应该说那也可能有他自己的考虑吧，或者考虑过年了呀，一家人在一起团聚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不愿意扫大家的兴，是吧？那其实道长，我们之前也聊过这个问题。其实如果您做的一件事情不是很顺的时候，它其实会有很多小的征兆的。是，这个我们说就是上天垂象，以象告之。有些时候他这个人他要发生大事的时候或不好的事的时候呢，都会给他垂一点象出来。他如果要是能及时的，就是停止，这个事可能就不会发生了。比如说这个有很多时候坐飞机可能他就怎么着就赶不上那个飞机，没想到他没赶上就对了，结果那个飞机就出事儿了。所以这个前面呢，就是尤其是出门这个是前面发生的事儿很重要。如果出现这种什么口舌是非打破碗这些事情发生的话，都是在给你一个提醒，给你一个预示这个出门尽量就不要去了。我们应该重视这样的一些小的征兆，对，一定要重视这些，而不是感觉也可能没事我就说不能大意对这样的一些东西。对。你像那个大 S， 他去日本之前，因为他这个肯定也是有预兆的，但无非就是咱现在还不知道可能后面包括家人可能也会这种事情可能会传出来。那说到预兆，我就想起来了，这个也是这一次的这个事情出来以后这个有网友就翻出了这个多年以前的关于大 S 的一个新闻，大概就是在3年之前，台湾当地有一个在当地也很有影响力的一个风水命理师，叫艾菲尔。在一档节目上的时候呢，就是当有主持人问到这个视频，我还看了就是问到说，那当时他就有了第2次婚姻嘛，和这个汪小菲离婚以后，和韩国的这个明星具俊晔这个第2次婚姻之后，当时主持人就问这个命理师说，那你看好不看好大 S 的这样的一段婚姻呢？这个命理师当时在直播的节目上就很直言不讳地说了一句，说不看好，而且大 S 的这个婚姻不会超过3年。只不过可能我们谁都没想到，他的这个不超过3年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结束了的就是以结束这个整个生命都结束的这种方式来结束的他的婚姻。那讲到这个话题，我也在想，就是最近很多网友也就在谈论这个话题。那么就是道长，那你也经常口头禅就说，就是命由八字先天定，对吧？那是不是我们每个人其实他大的命运走向其实就是注定的、定数的？前2天呢，我一个徒弟这个大 S 这个事儿出来以后他发个照片，他说师傅，这个从面相上看，怎么能看出他是短命的呢？
我现在可以教给大家啊，面相上看一个人这个寿命长短啊2个方面，一个呢从手相上，他的生命线中间是否有断的啊，如果有断的，这个人中间会有大灾的啊，如果他一条线一直很长，到了手腕这个位置啊，这就是在面相学、手相学里边啊有这么一条生命线，这条线关系着人的寿命的长短。再一个呢，如果你不知道他的这个手上的生命线长短的话，那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从他的这个面相的人中，你看看这个大 S 的这个面相，他这个照片，他的人中很短，人中短的人，他的寿命也不长。啊，所以说这个人中还是要长一些，要清晰啊，人中这个沟啊要清晰啊，要长，哎，他这样的他的身体这个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健康。那么越短，甚至人中上面有的还有痣啊，还有这个痦子啊，有的叫猴子啊，这都是不好的，对身体也是不好的。那有一些网友其实也就提出这样的疑问，说啊，那现在大 S 的这个消息出来了，所以说啊，那过去的很多东西也都翻出来了啊，说推算的她的命运呀，她的婚姻呀，啊，很多人就在质疑说啊，那这是不是出来蹭热度的？那但是按照我们道家的这个观点来看，其实这些它是可以去有一个推断的依据的。有这个依据啊，包括他的风水。那我们讲命由八字先天定，运由风水起波澜。那据我们了解，大 S 生前他居住的这个豪宅是位于这个顶层，他把2户打通了啊，对，打通成一个大平层，电梯直通，啊，岂不知啊，在我们风水里边，如果把2个这个户型2套房子打通，这是最大的机会。啊，这也是一种忌讳，非常不好的，非常不好。现在很多人这样做，为了改善自己的这个居住面积啊、居住环境的话，很多人在这样做。他如果有钱那种，他会把2套房子给打通，对，这样不好一定会出事儿的。啊，这是当然，这个是我们这个风水学里面的专业的一些知识。啊，这个打通以后，它形成什么样的格局，对谁不好？是对男主人不好，对女主人不好，还是发生这种口舌官司？或者发生这种是这个生病啊，甚至这个要命的这种状态。当一个人像大 S 这种已经是去世了，就是他发生的这么大的情况，一般从他的这各个信息都会结合到一起的。我们在易经里边叫信息同步，就他的面相会有这样的信息，他八字里边会有这样的信息，他的手相也会有这样的信息，包括他的风水也会有这样的信息，就到这种一定是这种信息综合起来，他这个他生命的轨迹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说到大 S 的这套豪宅，就是在他去世仅仅2天之后吧，就又产生了一个争论啊。有报道说，就是他的妹妹嘛，小 S，提出来说，计划要把他姐姐，因为按照日本当地的法律的话，因为您是因为生病去世的，就很快就要火化了。那小 S 就提出来说，想把姐姐大 S 的骨灰呢，就放在自己的家里面，然后呢，就是表达一种，因为姐妹俩的感情非常好嘛，就是那我可以经常跟姐姐说说话呀什么的。当然这件事情很快就有这个同一个他们这个公寓里边的这样的一个其他的邻居出来表示反对，对吧？那我们都是活人住在这，对吧？那你这样搞的阴宅阳宅不分，那你有没有考虑我们的感受啊？那虽然这个新闻很快被辟谣了哈，就是小 S 也说不会这样做，但是毕竟这也引发了一个话题。那道长，我们也想知道，就是那这样，就说为了缅怀自己的亲人，把他的骨灰呀或者什么放在自己的家里边，是不是一种合适的行为呢？首先肯定一点，这是非常不好的。为什么呢？阴阳两隔啊，这个阳是什么呢？活着的人为阳，因为中国的文化就讲究阴阳文化，他去世了就为阴，去世了就是鬼了，所以一定他去世了，他的骨灰一定是要入土，
所谓的入土为安，这个它埋在了地下，是它应该去的地方，它也会安安静静的在那边。如果放在家里边，这阴阳之气相交，就会影响活着的人。活着的人他身体也会不健康。包括这个，我有一个客户，他的这个客户，这个女客户啊，她母亲，和她的感情非常的深。她母亲去世以后，包括她父亲，就不舍得让离开，就放在家里了。放在家里，结果她的孩子突然就出问题了，就是整天的生病，这个上学也上不了了，身体无力，走路都感觉晃晃悠悠的。这个去医院检查，什么毛病都没有。然后我给他看，我说：“你这个母亲的这个骨灰啊，一定要入土为安，啊，给他买块墓地给安放上去吧。这样的话，你这个孩子的这个病就好了。”实际上，这个他去世的这个母亲对他这个儿子也是特别的心疼。你放到家里边，阴阳之气它相互的混杂，啊，他这个姥姥就对孩子不舍得，对他这个身体影响就会非常的大。所以他安排这个墓地安排了以后，哎，过了一段时间，孩子的身体自然就好了。这就为什么这个就是棺木也好，还是骨灰也好，啊，不要放在家里边，也不要放在楼上，一定要最好是入土，啊，埋到地里边，入土为安，才能接受大地风水的这种加持，同时呢，也会对他的后代也会有很好的作用。啊，中国人就讲究风水，这个风水一定是有道理的，啊，他的后代兴旺发达和他这个祖坟是有很大关系的。那如果会不会出现像他的邻居所担心的那样，一座大楼，或者说，大家都住在一个楼道一个单元里面，啊，如果有人家的房子里面出现了这种情况，对邻居们或者说对整个楼的这种风水气场，会不会也会有一些影响呢？啊，对住在楼里边的人影响也是会有的，但是呢，它是双向的。那个去世的这个人，他骨灰放在一圈都是住的这个活人，活人的地方，他也会受损，对他也不好，对他也不好，他也不安宁。为什么要入土为安？就是他在这个都是阳气很重的地方，他能好吗？他如果不好的话，他就会影响他的后代，他的家人。所以各去各的，活着人啊，就是在阳宅里边住，去世的人就在阴宅里边。我们所说的阴宅就是坟地。我们说阴阳两隔，它实际上就是应该把它区分开，对吧？你在你的世界，我在我的世界，互不打扰。互不打扰。那实际上来说，那他的这个邻居的这种担忧也是有道理的，他还是会造成一些这样的影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对于风水来讲啊，对后代人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真想寄托这种思念啊，这种哀思啊，那可以把这个逝去人的这个牌位放置在这个独门独户的这个祠堂里边或者房屋里边，不要和其他的这个连在一起啊。那后来还是辟谣了，小 S 出来说，后来他们家人选择了一种比较环保的树葬的方式，对吧？那这个方式也是挺好的，它应该是已经是入土为安了，对吧？他就算是把骨灰撒在这个树根下面，然后这个树根呢慢慢就把它给吸收了，但是呢，它这个树上面也有它的信息和这个能量啊，或者说是它的基因存在，照样如果这个地方风水好了啊，对他们家里边的人后代呀还是非常好的，一样的，树葬也是一样的。难怪老主任我们有一句话说，这个人生100年之后，尘归尘，土归土，对，你还是要回归的，对吧？这才是一个正常的方式。那李老师，其实我们聊了大 S 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啊，就是还是刚才我们讲的，大 S 已经去世了，
对吧？我们希望他能入土为安，也能希望他能够转生极乐啊。但是呢，我想更多的还是一些通过这样的一些事情，对我们还健在的一些朋友，我们每一个人他应该有一些启发和启示啊。从这个角度来讲，那李老师您看，对我们有哪些需要提醒和注意的一些东西？对，实际上您问这些问题呢，都是还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呢，我们前面一直说的这个犯太岁的问题，犯太岁的这个年份啊，这些属相的人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一些禁忌我们还是要这个多忌讳的，比如说啊，这个尽量的不去或者少去这个对自己这一年不利的方向，尤其是这个出去旅游啊、无关痛痒的，尽量的不要去。再一个呢，就是他这个所犯太岁的这个就是时间段该躲春的时候要躲春，该躲月的时候要躲月，啊，这些禁忌的这些时间，啊，最好是待在家里边，啊，不要这个乱动，啊，平平安安的过好这个犯太岁的年份，这是非常有重要的，啊，这个穿的衣服，啊，尽量的犯太岁年份呢，多穿一些红色的衣服，辟邪，啊，把一些不好的这个邪气给它避免掉，尤其是呢，这个25年乙巳蛇年，乙巳蛇年到这个今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星象呢？就是7星连珠，就是7颗这个太阳系的7颗星星连成一条线，这个会造成对地球磁场会剧烈的改变，啊，尤其会发生一些这个地震呐、海啸啊这些事情的发生，所以呢，尤其是在25年，啊，我们这个前面也说了，这些犯属这个太岁的这些属相，尤其是属蛇的、属猪的、属虎的，啊，还有这个属猴的，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属龙的也会犯一些，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注意，在这一年多穿红色的衣服，啊，能不投资的就不投资，啊，尤其是金融行业，啊，尽量的不要投资，啊，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能不出远门的这个时候呢，就不要出远门，啊，在家老老实实的。女性呢相夫教子，男性呢把自己的事业做好就行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到这个大 S， 既然已经去世了，就他的骨灰还是一定要入土为安，啊，不要放在他这个家里边，啊，放在家里边对周围的邻居也不好，对他家人这个磁场也会造成影响，对他自身大 S 自身来讲也不好，因为这个阴阳已经两隔了，这样呢。它都如果放在家里边，它这个阴阳之气相互的这种焦灼，那就会造成他也不安宁，也会造成他活着的这个家人身体也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啊，这个最主要的就是要注意这2个方面的问题。我想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提醒，对吧？对，啊。那行，那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我是3亮道人，感谢您收看，福生无量天尊。